萧炎与星魔神对峙，气氛凝重，试探性的开口：“魂天帝。”萧炎吐露星魔神的真正身份后，那位星魔神面具下的双眼瞬间燃起狂热之火，他的笑声在寂静的虚空中回荡，仿佛鬼魅的咒语。哈哈哈，萧炎，你终于认出我的身份了，是不是很吃惊？星魔神的声音里透着无法抑制的兴奋，一看到萧炎，他的怨恨之气便是愈加的浓烈。萧炎的眉头微蹙，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但很快恢复平静。虽然隐隐知晓星魔神的身份，但从对方的口中说出来他的身份，依旧让他有些吃惊。萧炎沉声的开口：“魂天帝，你竟然还活着！”星魔神的面具下的表情愈发诡异，似乎在享受着萧炎的恐惧和震惊。他的笑声越来越大，直至震得周围的空气都仿佛颤抖起来。突然，星魔神停止了大笑，眼神变得冰冷而深邃，仿佛能穿透人心的深渊。天主啊，当年与你一战，你无法将其彻底的击杀，而我被你封印在那异火广场，以为我不会再出来，没想到灭神府的几位大人找到了我，甚至将我培养成一位魔神级别的存在，而如今我也成功成为你遥不可及的魔神。这一刻我实在太高兴了。萧炎，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死在我的手里吧？星魔神的眼神仿佛要生吃了萧炎一般，充满着无尽的杀意与仇恨。当年自己乃魂族族长，实力在整个斗气大陆都是金前3的存在，而后靠着地品除丹的地之元气突破斗帝，至此自己晋升为魂天帝，统治了中州以及整个斗气大陆。如果不是炎帝的诞生，他早已经统治斗气大陆，甚至带着魂族族人飞升大千世界。可是原本他该统治斗气大陆和飞升大千世界的梦被眼前这位青年撕碎，换作任何人都咽不下这口气，同时也让魂天帝在异火广场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心中的怨恨越来越深。也就是魂天帝对炎帝萧炎的怨恨，成就了如今的魂天魔神。因为想要成为魔神级别的存在，最重要的突破点就是拥有久久不散极其浓郁的怨恨之气。只要怨恨之气越浓郁，那么成就一位魔神的机会也会越高。魂天帝，应该叫你魂天魔神了吧？你如今的身份的确让我感到十分的震惊。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你居然对我的才存有如此强烈的怨恨。当年没有杀死你是我的大失误，不得不承受眼前的魂天帝已经不是当年的斗帝了，而是已经成为了令无数神奇强者都会感到无比恐惧的魔神。哈哈，这就是天意。我魂天帝在诸位大人的培养下，不仅成就新魔神，并且还与魔祖之手完美融合。现在的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闻言，萧炎也终于明白了为何魂天帝没有死。原来这一切都是灭神府做的局。从灭神府的人找到魂天帝之后，就一直为他做好了一切的资源，从斗帝一步步突破。那一次在无量神界也一样，设局故意让魂天帝与大地之手融合，只有这样，大地之手的力量就会彻底的被激活，从而达到1/10的力量。至此就可以破除当时元尊和明九王一同布下的封印大阵。到如今，成就暗黑魔物中的新晋魔神魂天魔神。这样一来，魂天魔神的实力也不会亚于其他老魔神的存在，同时给灭神府的底蕴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多一位魔神，那就是相当于多了一方神界域中整个神族势力的底蕴。要知道，每一方神族势力可是在神界域中最顶级的存在，只要这些神族愿意跺跺脚，就能够让9大界瞬间毁灭。但是大纣却有着秩序，任何高等级世界的神灵大能进入下等级世界时，其本身的实力都会被压制。这也就是为什么9大界会一直不被这些暗黑魔物彻底去侵蚀占领的原因之一。灭神府还真是好手段，居然会选择你培养成魔神。萧炎的语气无比的沉重，并且魂天魔神现在又融合了恶魔之手，想要对付他，凭借着焚神6瓣火还是不够。既然不够，那么就只能2个大道合一。突然，萧炎左边的空间散发出炙热的毁灭高温，右边的空间中却是带着一股无形的丹香，散发出恐怖玄妙的丹道之术。2大道法如同2条绚丽的光带，在萧炎的周围旋转碰撞，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你居然也修炼了2个大道之法，你的确能够成为我魂天魔神唯一的对手。不过可惜，在我融合了魔祖之手后，就算你有2个大道融合，也不过是匹夫撼树罢了。在魂天魔神看来，即便萧炎修炼了2个大道之法，让他微微感到惊讶外，但所有的结局都是一样。每次施展大道溯源，总感觉到大道溯源的深处存在有一丝奇妙的力量，不知道这一次施展是否能够激活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力量。这乃是萧炎最强大的底牌了，因为一旦这一招施展而出，再通过焚神6瓣火的力量，就能够让自己的实力突破到大道极限的主神层次。大道之法乃天地玄妙，如果融合大道，不仅能够让自身的实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甚至还能够触摸到更高层次的门槛。换一句话说，就是萧炎每一次融合2个大道，就能够领悟多个大道的真谛，从而抓住那一个契机，得到意想不到的突破升华。虽然依旧与魂天魔神的实力差距很大，但萧炎的打算就是让大家先行撤离，
然后便是通过传音告知大家，本会大道溯源力量一出，你们就撕裂空间离开这方世界。对方拥有暗黑大地之手的力量，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与之抗衡。众人的耳朵响起萧炎的声音，他们的表情极其不好看。那你呢？萧炎无比淡然道：你们先撤，我有办法离开这里，不用担心。但众人有些半信半疑，在如此恐怖的星魔神手底下逃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吧？还是说萧炎在骗他们，他要牺牲自己不成？然而实力已经堪比造化巅峰主神的混天魔神已然察觉萧炎与众人之间的传音，立马阴沉道：这里没有谁能够逃脱出去，而且今日我们之间的新仇旧恨，就让我们一起清算，而且这些人也都得留在这里，一个都走不了。混天魔神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威严，同时对萧炎充满着心中酝酿已久的杀意。这股杀意一旦爆发，万物都得寂灭。见到自己的传音被混天魔神识破，萧炎也并不意外，毕竟对方的实力已经远超自己。此时的萧炎金眸中火芒闪现，两个大道在他的掌控下开始融合，而自身的呼吸变得深沉而有规律，在这呼吸规律的背后却隐藏着无尽玄妙的力量。很快，萧炎也从大道巅峰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一刻，他的力量已经超脱了大道巅峰，达到了大道极限，两道合一为光道，让萧炎窥见了大道最初的样貌。那种感觉如同置身于无垠的宇宙之中，感受到大道的诞生。此刻在萧炎的面前，光道缓缓展开，如同一条通往无限可能的道路，而在这个道路的深处，隐隐间还有一种奇妙的力量。两道合一，居然硬生生让你的实力飙升到了大道极限主神层次，真是让我有些吃惊了。混天魔神开口自语道：让你吃惊的事还多着呢，接我这一招。大道溯源。萧炎低沉之声响起，身上的波动愈加剧烈起来，在他的体内激荡膨胀，直至达到一个临界点。随之而来的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仿佛山河破碎，天地重新开裂。众人见萧炎出手，银牙咬紧，坚决而果敢，然后便是按照刚才的计划行事。双龙尊主挥手之间，神力涌动，众人也是打气十分的精神。虽然不愿，但面对如今的情形，也只能这样做了。正在大家齐心协力准备撤离这片天地时，突然在他们所在的上空中，数道巨大的魔柱如同从天而降的黑色巨兽，每一根都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力量，在魔柱的周身缭绕着似乎能吞噬一切神力的恐怖波动，让在场的每个人感到一股无形的压迫，眉头紧锁，口中不禁发出可恶，我们的去路都被阻断了。而在远处，萧炎的眼神如同锐利的剑刃，透过缭绕的魔气，紧紧锁定在被困的众人身上。他的眼角泛起了决绝的玄妙道光，那便是大道溯源极限力量的预兆。下一刻，萧炎全身就爆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芒，大道溯源的力量在他体内激荡，如同潮水般汹涌澎湃。萧炎的手掌向前一推，体内激荡的大道溯源卡里了化作一道璀璨的长虹，直冲云霄，携带着大道的威严和希望，径直刺向那高傲的混天魔神。混天魔神的脸上风轻云淡，他的笑声如同从地狱最深处传来，阴沉而充满了不屑。哈哈，大道极限的力量如何是我的对手？魔神灭神掌。混天魔神轻蔑一笑，全身魔气翻涌，如同千军万马在他周围咆哮。他挥手之间，恶魔之手的暗黑力量汇聚而来，那是魔祖灭神掌的威能，恐怖无比，径直地朝着萧炎飞去。那大道溯源的极限力量洞穿而去。轰！空气中弥漫着电闪雷鸣般的轰鸣声，仿佛是神明愤怒的怒吼。萧炎的大道极限力量与魔柱的黑暗能量在天际交织成一幅震撼人心的画卷。众人在魔柱的牢笼中感受到了那股足以撕裂天地的力量，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在这一刻，萧炎就如同穿越了无尽虚空而来的战神，是要将他们从绝望中拯救。轰！啪！溯源道光与魔祖灭神掌的击撞，瞬间引得天地变色，一切物质都在这股能量的冲击下被瓦解，能量的风暴肆虐开来，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这一道光和这一股暗黑之力的对决。在这股毁灭的能量风暴中，萧炎的身影显得渺小，很快他的身体就被卷入了能量磁场的漩涡，无力抗拒，只能默默承受这毁灭性的能量冲击。那囚牢中的众人，那些曾见证过萧炎一次次奇迹的伙伴们，此刻只能以眼还眼，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的目光中充满了一丝绝望之色，仿佛在这一刻，他们刚刚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萧炎兄弟有危险，我们帮不了他。现在的我们被这暗黑囚牢困住，根本无法过去。该死的魔神！众人此刻的心情复杂无比，双手紧紧地握拢拳头，指甲都陷入了自己的皮肉中，鲜血都从那伤口中溢出。而且刚刚双龙尊主与混天魔神的对战中受了伤势，现在的他们也无法将造化神力发挥到巅峰状态，根本无法破开这暗黑的囚牢。大家都为萧炎捏了一把冷汗，就连呼吸都停止了，因为他们知道混天魔神的这一掌拥有着堪比造化巅峰主神的力量，
萧炎虽然让自己的实力突破到了大道极限层次，但他们之间的差距还是隔着巨大的沟壑。轰轰轰！恐怖的炸裂声在无垠的虚空回荡，震得人心悸动。众人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混天魔神那张在面具之下刻画着冷酷与狂傲的脸庞上，后者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突然间，混天魔神的魔神灭神掌爆发出恐怖的能量，那股凌厉至极的灭神掌力破空而出，无情地击碎了萧炎那最强大到溯源的道光，如同破碎的琉璃，在那巨大的灭神掌面前逐渐的消散。以恶魔之手施展出的魔神灭神掌，其上暗黑力量翻滚，带着无尽毁灭的力量，并且形成一股无形的漩涡，瞬间吞噬了萧炎这最强力量的底牌。随之而来的是萧炎所在空间的扭曲，如同被浸染的画卷，一切规则似乎都已被混天魔神改写。萧炎，你死定了！你我的仇恨，今日该画上完美的句号了。混天魔神口中缓缓吐出这冰冷至极的宣判，他的声音宛如来自九幽深渊，带着无尽的杀意和自信。随着混天魔神的话音落下，恐怖的力量如同狂风暴雨般肆虐四方，无情地横扫了一切阻碍。萧炎在那虚空中面无表情，眼中闪烁着不屈的光芒。他知道，这一刻不仅仅是他的生死攸关，更关系到大家的共同命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屈服，绝不屈服，哪怕前方是无尽的黑暗，我都要全力以赴。恶魔之手如同漆黑的深渊，裂开了一道恐怖的口子，其内涌动着毁灭的力量。掌化拳，这一变化仿佛是打破了常规，空间之中似乎都响起了微弱的撕裂之声。魔神拳。很快，以恶魔之手施展出的魔神拳直接洞穿虚空，冲向萧炎。划过之处的空间犹如纸糊一般被轻易穿透，光芒四溢，宛若绚烂的烟花在空中绽放。萧炎站在原地，目光凝重，他能感受到那股毁灭的气息正迅速逼近。危机四伏之中，他毫不犹豫地催动了火焰之心的万火玉技，在他那金色瞳孔中浮现出了一道火焰之眼，同时一股火焰如龙蛇般环绕在他的周身，炽热而强烈，仿佛能焚烧一切胆敢逼近的敌人。突然间，萧炎那火焰之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他看到了未来的片段，他自己被那魔神拳击中，生命力瞬间消散的画面。这突如其来的预感让萧炎心神一震，生死瞬间的恐惧让他身体本能的反应。萧炎咬紧牙关，身形如幻影般一晃，施展出身法神技功法，神行7步，瞬息间，萧炎的身影便从原地消失，只留下一串模糊的残影。他的动作快捷而果断，仿佛一道流星划过夜空，只留下一道长长的尾迹。而恶魔之手似乎慢了一步，在虚空中挥过，只击中了萧炎消失的位置。萧炎的身影在不远处重新凝聚，他紧握双拳，胸口起伏不定，火焰星之眼的万火玉技依旧在他体内熊熊燃烧，抵御着内心的惊慌和不安。他知道自己不会那么轻易躲过对方的攻击，而且对方那势在必得的信心与力量，只会让他陷入危机当中。呵，不愧是炎帝啊，居然率先洞察了我的攻击轨迹，你的底牌还真是出人意料。可是，在魔祖那1/10的力量面前，你必死无疑。混天魔神这一次不再有所保留，直接动用了恶魔之手的那1/10力量。天地间，一股浓郁到几乎凝固的魔气弥漫开来，将客气染得更加阴沉而沉重。那道恶魔之手如同漆黑的云朵，缓缓展开其恐怖的轮廓。混天魔神那面具下的双眸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他的手掌轻轻一挥，恶魔之手上的魔纹如同活物一般蠕动，一股令人窒息的魔气开始从他的体内涌出，瞬间充斥了整个世界。这股黑暗仿佛连太阳都会被吞噬，恐怖之极，好恐怖的恶魔之气。萧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迫感，自己的身体在魔气的侵蚀下越来越沉重，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对抗着无形的压迫。